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喎。股神巴菲特咧繼續減持其主要持倉嘅美國銀行，並且咧係清倉花旗銀行喎。究竟有咩暗示呢？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是否好似我咁講，只係雷聲大雨點小，並且好快就會雨過天青呢？中世紀煉金術士嘅夢想咧喺技術上咧已經實現喎。現在咧，請你訂閱、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你對我嘅支持，並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好啦，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中美貿易爭拗咧有望緩和喎，市場避險嘅情緒咧持續降溫，俄烏戰爭咧就展開咗停戰嘅談判，市場避險情緒降溫喎，國際金價回落一個多月嘅低位喎，金價失守$3200。截至5月17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100.98，十年期國債自1月初下跌咗2%。報4.44厘，道指報42,654點，標指報5,958點，納指報19,211點，黃金報$3,203，自1月上升咗22%，白銀報$32.38，自1月咧就上升咗12%。股神巴菲特咧喺本月初正式宣布喺今年咧就退休噶啦。佢嘅控股公司巴郡喺最新公布美股持倉披露文件中，公開截至今年3月底嘅持倉。巴菲特喺上季末咧係冇買入新股票嘅，反而繼續減持主要持倉嘅美國銀行，並且清倉花旗銀行添。呢個是否預示美國銀行業快將出事呢？評級機構穆迪咧喺禮拜五將美國信用評級從 AAA 下調一級至 AA1，主要係由於美國政府債務嘅增加，而惠譽同埋標準普爾全球評級分別喺2023年同埋2011年呢，將美國評級由頂級嘅 AAA 水平下調。事實上咧，美國多項經濟數據係疲弱嘅，但美股咧係繼續咁上升。喺3個星期前呢，有位網友留言，佢嘅問題係，有冇諗過科技可以攻破人造黃金呢？好似鑽石咁樣，成本呢係低過黃金嘅價格。我個回答就係，鑽石係礦石，人造黃金呢暫時係冇可能嘅，因為黃金係元素嚟嘅。不過呢，最近我發現中世紀嘅煉金術士嘅夢想喺技術上呢已經實現咗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嘅粒子實驗室呢，大型強力對撞機，佢係世界上最大嘅、能量最高嘅粒子加速器。物理學家利用大型嘅粒子對撞機，將圓嘅原子互相發射。佢哋咧並非互相碰撞，而係稍微咁錯開，相互作用咧產生咗高能量嘅脈衝，導致3個質子咧從圓嘅原子中射出，形成咗黃金。物理學家只製造咗29萬億分之一嘅克嘅黃金，並且在一瞬間咧便消失啦。呢個網友講得啱嘅，技術可以製造呢個元素嘅。我必須喺呢度咧更正我嘅講法，並多謝呢位網友嘅提點。摩根大通行政總裁再次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佢接受外媒訪問時形容，有關做法係太巨、太大同埋太過激進。戴蒙強調關稅嘅潛在短期嘅影響，包括通脹上升及經濟放緩。佢指雖然消費者信心同埋商業信心下降，但失業率同埋投資等硬經濟指標咧仍未出現顯著嘅變化。為戴蒙警告，長期嘅不確定性可能會影響長期嘅利率，並可能導致經濟衰退。另外，深資投資策略師羅奇咧接受外媒訪問時稱，
佢最擔心係貿易戰正在損害美國喺全球金融市場中嘅聲譽，導致投資者將資金撤離美國資產。佢補充話，當美國嘅表現不如其他經濟體時資金便會再次撤出，對美元造成呢個壓力，同時會拖累資產嘅表現。高盛估計，截至4月25號2個月內外國投資者出售價值630億美元嘅股票。美元自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以嚟持續走低，美匯指數今年已累瀉7%㗎啦。羅奇直言，鑑於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及其美元計價資產嘅信心消退，美元此輪嘅跌勢還遠未結束。依據實質有效嘅匯率估計美元仲有進一步下跌嘅空間。佢仲表示，全球貿易發生巨變需要時間嘅，可能需要5到10年嘅時間才能全面脫離呢個美國。與此同時，美元走弱可能會產生直接嘅連鎖反應，導致美國喺2025年底出現經濟衰退。今日係5月13號，我急不及待就錄咗呢段。特朗普喺4月初宣布向全球徵收10% 基礎嘅關稅，又公布對等關稅嘅安排。對等關稅公布後美元、美債、美股三殺場面頻現，金融系統性風險基本上已響起警號。非但美國企業着急，美國消費者亦在擔心通脹同埋失業下減少支出。可是聯儲局拒絕瘋狂，更向市場發出清澈嘅信號，就係關稅政策將加大通脹嘅風險及令職位減少。特朗普嘅關稅雷聲巨大，嚇窒全球。面對中國嘅反制，更瘋狂地加徵中國嘅關稅。當知道玩大咗，又對中國以外嘅貿易夥伴開出暫緩執行對等關稅90日嘅條件，大施開天索價、落地還錢嘅招數。如我之前所講，最終可能以雨點小收場嘅。喺5月12號，中美關稅休戰提振市場嘅情緒。星期一，美股美元大漲，道指升1160點，納指重回牛市。交易員下調今年聯儲局減息壓住，美債息短跌長升。美國10年期債息創近1個月嘅高，美債息差個別發展。美國2年期、10年期債息差見1個月最窄。中美關稅暫停協議，美國同埋中國將各自降115% 嘅關稅，同時保留額外嘅10% 關稅嘅內容。如果未來90日內談判未能達成協議關稅可能會大幅上調，但不會超過145%。我覺得市場太樂觀，如前面專家分析，關稅仍然會引致呢個通脹上升、失業率上升同埋經濟放緩嘅。被《華爾街日報》譽為所有黃金研究嘅黃金嘅標準，喺2025年5月15號剛發布我信賴嘅黃金 In Gold We Trust 嘅報告。今年以大多頭為題，The Big Long， 報告長達450頁。報告分析黃金大漲嘅10大重要嘅原因，分析係非常詳盡嘅。大家如果有時間一定要去睇下。報告涵蓋咗以下嘅主題：黃金嘅現狀、過去12個月嘅價格走勢、黃金市場嘅主要影響因素同埋趨勢。跟住個主旋律就係漫長嘅黃金10年後嘅判斷，增量嘅黃金模型更新。2030年4800美元嘅目標價格保持不變。喺通貨膨脹情況下價格可能高達8900美元添。喺2024年提出嘅新黃金劇本嘅動態正在鞏固。亞洲新興市場對金價嘅影響日益顯著。另外，嚟自各國嘅央行需求仍然明顯較高。西方投資者對 ETF 嘅需求目前也正在增加，儘管係有啲遲嘅。再加上美國地緣經濟格局嘅調整，對金價嘅支撐作用日益增強。而白銀
創紀錄嘅黃金對白銀比率呢，滿足咗結構性供應嘅缺口喎。白銀相對於黃金具有顯著嘅追趕潛力添。今日呢，我要介紹一間買賣實體純金純銀嘅安全快捷網絡嘅平台喎。公司名稱呢係 Vaulted。純金的卓越品質，全球頂級的安全金庫，美國 Vaulted 50年的信任與經驗，最便捷的黃金交易平台。Vaulted 助你首付、創富與存富。交易平台繁體中文版已上線。Vaulted 母公司呢係美國歷史最悠久嘅貴金屬公司，有53年嘅歷史喎。喺貴金屬行業經驗豐富，享譽盛名。客戶嘅黃金呢係存放喺加拿大皇家鑄幣廠，白銀呢係存放喺英國匯豐銀行嘅金庫，呢個都係世界最安全嘅金庫喎。當然，客戶係對其購買嘅黃金或者白銀呢有直接嘅擁有權，仲有極低嘅交易費，並享受儲存地緣風險分散嘅好處喎。平台專門為全球華語用戶提供咗繁體中文版同埋中文貴金屬顧問。想了解更多嘅資訊呢，請按圖中右上角嘅連結，並可以從本頁嘅置頂評論區連接。跟住呢，就同大家睇下黃金同白銀最近嘅情況。黃金同白銀呢喺強勁上漲之後呢，均處於健康嘅盤整階段。一段時間嘅橫向波動或小幅回調呢，對於冷卻期超買狀態而言呢，係健康而且係必要嘅。從技術分析，我更傾向於關注 COMEX 黃金期貨而不是現貨嘅價格，因為期貨呢往往會以100美元嘅增幅並形成支撐同埋阻力位，例如3000美元、3100美元同埋3200美元。左下圖顯示，自4月22號嘅金價達到高峰，當時金價短暫測試3500美元之後呢就回落，咁期貨價格呢一直喺3200至3500美元之間盤整。呢種橫向嘅走勢呢喺強勢嘅牛市中呢好常見嘅，並且通常可以作為下一輪上漲嘅跳板。如果喺強勁成交量下收盤價確定性突破3500美元呢，我相信金價可能呢好快就會飆升至每盎司4000美元。呢個同摩根大通最近預測呢相呼應嘅。另一個關鍵嘅原因係金價僅喺1年前呢突破咗主要嘅杯柄形，見右上圖。從歷史上睇，突破呢種程度嘅形態呢並不會好快消失嘅，佢哋通常呢會推動持續5到10年嘅多年牛市。接住落嚟呢，我哋就講下白銀啦。佢最近一直屈居於黃金嘅飆升之下，如下圖所示，COMEX 白銀期貨呢近幾個禮拜保持穩定，喺32至33美元區間內盤整，同時保持喺呢個關鍵上升趨勢線之上。呢個係一個積極嘅信號。白銀短期價格走勢中呢睇到一啲情況，交易區喺32至34美元之間，同呢個黃金類似嘅區間同時形成。我正在密切關注34.4美元嘅關鍵阻力位。如果白銀能突破34.4美元並企穩嘅話呢，下一個目標就係40至50美元啦。白銀睇上嚟呢，即將成為下一個關注嘅焦點。我對此呢充滿希望嘅。總而言之，我睇到明顯嘅跡象表明，貴金屬喺強勁上漲之後呢，已經進入健康盤整嘅階段。呢種嘅暫停呢，有助於佢哋呢消除超買嘅情況喎。尤其是黃金，其超買嘅狀況呢比白銀更嚴重。左圖呢係蓋洛普最新嘅民調顯示，房地產呢仍係美國長期投資嘅首選，但真正頭條嘅新聞係10多年嚟呢，黃金首次超過股票喎。喺政治混亂同埋市場動盪嘅時代呢，越嚟越多美國人呢將實體黃金作為長期嘅避風港，而我哋所睇到嘅可能只係一個更大趨勢嘅早期階段。新聞頭條嘅背後呢，一場重大嘅資本重新分配正在進行。摩根大通分析師目前預測，只要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資產中只有0.5% 轉向黃金呢，金價就可能達到每盎司
$6000。截至2024年底，美國退休資產總額為$44兆。如果向貴金屬適度轉變僅 0.5% 呢，將帶來超過2200億美元嘅新需求喎。呢個就係為什麼好多人認為呢次黃金上漲只係開始，而唔係呢個頂峰。雖然黃金佔據咗頭條嘅新聞，但白銀呢可能有更大上漲嘅空間。由於金銀比率預示着歷史性嘅機遇，聰明嘅資金呢正在密切關注並快速行動啦。儘管美國股市呢近期強勢反彈，挽回咗因為關稅導致嘅損失，但能否重現過去多年長期牛市呢，仍是一個大疑問。基金斯博瑞投資管理資深投資組合經理 Mathetis 認為，無論喺美國嘅投資者還係國際嘅投資者，持有嘅美股總值呢已升至歷史高位㗎啦。當然，外國投資者可能繼續壓住美股上升嘅，但要注意係，首先呢，美股估值已經好貴；另一方面呢，國際投資者要擔心匯率嘅負面影響。佢亦提到，美國股票市場呢非常集中嘅，升勢主要來自少數大型嘅科技股。國際投資者可以喺其他市場咧找到更多嘅機會，所以環球資金咧將繼續流出美國嘅資產，特別係股票。白宮將中國嘅聲明同埋英國嘅進展描述為貿易協議，但事實上咧並非如此嘅。聯合聲明咧係明確指出美國同埋英國應承該文件不構成具有法律約束力嘅協議。最新公布嘅中美框架協議規定咗為期90日嘅關稅優戰，將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嘅關稅咧從145% 削減到30%，同時咧將北京報復性嘅關稅咧從125% 削減至10%。問題係30% 咧仍然好高，而且10% 咧亦都唔太好嘅。想象一下，我哋突然有10% 嘅全國銷售稅，呢個將對美國人嘅預算咧造成相當大嘅影響。美國徵收關稅係美國進口商承擔嘅進口稅，其成本咧通常係轉嫁俾消費者嘅。新發布嘅通脹數據顯示，進口關稅咧尚未真正反映喺美國消費者嘅價格上邊。美國嘅關稅政策對其經濟構成滯脹嘅壓力，即短期內咧或會推高呢個通脹。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表示，如果維持目前嘅關稅稅率咧，今年美國家庭咧平均將為此花費$2800。總言之，貿易戰尚未結束。根據上述嘅基本因素分析咧，我仍然相信咧經濟衰退、股災或者滯脹咧，最快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咧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白銀咧亦都會升上$100。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